这部4国合拍的中国现实题材电影却永远无法在国内上映。一位东北女人偷渡到法国巴黎，她不远万里过来为了当保姆，但最终却成了站街女。90年代，东北爆发大规模下岗潮，丽娜待业在家，3口人挤在50平米的小房子里，只能靠丈夫做苦力生存。此时中介上线，告知丽娜在巴黎做保姆1个月挣上万块。丽娜马上动心，只不过出国的手续费实在太多，为了顺利赚钱，丽娜一家向高利贷借了钱。她跟着廉价旅游团出国时偷偷溜走，却不知道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。她给墙上的小广告打电话找工作，发现根本不是中介说的那样，别说上万，整个巴黎的保姆市场最高工资也超不过500欧，不到4000块人民币。在这样高消费的地方，她连自己都养不起，何况寄回家钱，更别提还高利贷。毕竟能挣一点是一点，丽娜还是做起了500欧的保姆。可是这家女主人过于精明吝啬，不只让丽娜住堆满杂货的隔间，还将自己儿子打坏的花瓶算在她头上，一次性扣掉100欧。而他言谈之间对丽娜东北人的身份极其讽刺，丽娜忍无可忍，与他大吵一架就不干了。她背着包有些窘迫地走进一家中餐馆，却听到老板娘对东北人的一句骂腔，冒起了火气。就在丽娜差点再度干仗的时候，旁边坐落的一位大姐及时制止了她。大姐同样来自东北，丽娜无处可去，跟着大姐回了出租房。狭小的空间里，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看着她，丽娜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些是每天在外面站街与男人睡觉挣钱的女人。房东继续介绍，一个床铺7天120，地方不好，不算便宜。可这是丽娜唯一能住得起的地方。她开始早出晚归的找工作，没有签证的偷渡者找不到任何营生，碰一鼻子灰。等她晚上回到小房间，吃着白水煮面，远远的看着那些站街女大聊特聊，除了讲今天怎么轻而易举拿到几十欧，剩下的全是些不堪入耳的话。她赶紧走开，坐回床上抚摸着儿子的照片发愁，没有钱养活自己，更没钱寄回家。丈夫白天还打来电话，讨债的找上门来。如果丽娜这边实在没挣到钱，她就将房子卖了，再支撑一阵。可是没了房子，儿子住哪儿？高利贷哪是那么好还的？这次是房子，下次呢？第2天，丽娜远远看着同乡大姐和陌生男人交流，目光中产生了一丝决绝。倘若实在没有办法，她也只好走上这条路了。很快，丽娜进了一个男人的家，拿了几张钱，拉上窗帘，她下海了。等到交房租的那天，丽娜一次性交付1个月。同乡大姐瞬间明白，她也开始站街了。她赶紧去提醒丽娜，不要轻易和陌生人搭话，上陌生人的车。丽娜突然感到羞愧难当，转身离开。可是下海怎么可能只有心理上的折磨？丽娜这天遇到一个变态，不但疯狂拍照，还强暴了她。崩溃的丽娜抱着大姐泣不成声，落泪的人何止丽娜。大姐为了供自己女儿上大学，不远万里来到这里。她们这些站街的女人，为了自己心中的坚守，选择了把苦难咽进肚子里。从此，丽娜再不抗拒屋中的女人。她与大姐同出同入，将拍好的游客照与钱一起寄回国内。每天站完街，丽娜卸好妆走进网吧，与丈夫视频。现在不仅还清了贷款，还存下了积蓄。丈夫脸上挂起笑容，他开始谋划着做生意，唯一的问题就是想老婆。而丽娜同样把每天视频的时刻当作慰藉，但是变故很快发生了。丽娜家的改善有目共睹，她的邻居打算送妻子丹丹过来，有钱一起赚吗？丽娜百般推辞，她明白丹丹过来不但挣不到钱，自己站街女的情况也会暴露，她更加不想丹丹步自己的后尘。可是邻居那边已经贷好款，办起手续，人也在路上了。她硬起头皮接待丹丹，拿着父母送过来的衣物吃食，丈夫送过来的信，她发自内心的笑了。可是笑着笑着就心酸的落下泪来。工作不好找，保姆每个月只有500欧，丹丹当然不高兴，她深感被欺骗。丽娜趁机劝她回去，可与丽娜一样，丹丹出国欠下不少高利贷，怎么甘心轻易回去？丽娜找来同乡大姐一起劝丹丹，可是面对她的执拗，再加上几日来的提心吊胆，丽娜有些心累。你不是想知道吗？好啊，她一脸平静地指着外面的女人，干啥呢？站街呢，跟我们一样。丹丹吓得只知道哭泣，她听丈夫的吩咐过来工作，却不曾预料是这个情况。可是既然已经来到这里，要想挣钱还债，除此之外或许没有更好的办法。丹丹做完心理斗争，跟丽娜一起站在了街上，但从那以后，她就开始经常哭泣，还每天担心丈夫不要自己。丹丹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，丽娜决定带丹丹回国，再待下去，她恐怕也撑不住了。而这厢面临妻子回归，丈夫自然是欣喜的。他带着丽娜去看他盘下的店铺，拉着妻子的手，温情地说声辛苦了。丽娜看着丈夫，她说了句丈夫不太明白的话，值了。但好景不长，丽娜这天怎么也打不通丈夫的电话，她预感可能出事儿了。果然，在门店里找到了一蹶不振的丈夫。看到她，丈夫突然开始歇斯底里。他知道了站街的事情，家里这些房子、店面，每一份花销都是妻子站街站出来的钱。在这个男人看来，怎么可以忍受这种恶心？他今后如何再与妻子恩爱？邻里之间又会如何看他？这位丈夫不愿留在这里，他拿起衣物离开了。
丽娜来到丹丹家对峙，看到丹丹脸上被家暴的伤痕，谁也不必怪罪，两个女人相拥而泣。丽娜一直没有等到丈夫回来，她一个人忙着店铺装修、操持家务，晚上对着空荡荡的房子边抽烟边哭。而丹丹则与丈夫卖掉房子，准备去南方打工还债。这天，丽娜儿子接到爸爸的电话，母子俩来到爸爸的临时住所，爸爸打算为儿子做晚饭。丽娜跟着丈夫来到厨房，夫妻俩谁都没说话，一人煮面，一人切菜。她将菜拿过去，她将锅盖掀开，伴随着厨房锅碗瓢盆的窸窣声，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了。电影名为《下海》，有人看过电影后留下这样一句评论：海水冷，岸上更冷。在大批人下岗待业的时代浪潮里，下岗人大多是年纪不小，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普通工人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养活，而男人尚可出卖劳力，做一些脏苦累的活计来生存。那么女人呢？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，她们有的就如同丽娜，走上了下海的道路。她们为社会所不齿，摸爬滚打在社会最底层。我们无法评价这样的人生是否正确，但是在无奈的境遇里，她们为了家庭，为了生存所做出的选择，我们同样也无法指摘其过错。最后，将白居易的一句诗送给大家：一愿世清平，二愿身强健，三愿临老头，数与君相见。我是焦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